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8月11日星期一，佛历9月下初二，万象阵雨26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64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1基普，涨幅 0.05%。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3.5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4 基普，跌幅 0.2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2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2基普，跌幅 0.0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上周五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476.84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8.53 点，涨幅 0.58%。开盘 1467.88 点，最高 1483.82 点，最低 1465.78 点。成交量19万4500股，成交金额9851万0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0基普，交易量12万7900股，其次是老挝石油和浦西开发。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老挝石油，收盘价800基普，交易额3632万基普，其次是浦西开发和中老证券。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635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19万基普，跌幅 0.52%。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8月6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69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1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日本政府捐赠桥梁和道路维修设备。8月8日，日本政府向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捐赠了一批价值约15亿日元的桥梁和道路维修设备。此次援助旨在帮助老挝修复受自然灾害影响的道路，并促进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日本驻老挝大使小泉勉和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列来西维莱出席了交接仪式。这批设备将分配给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下属的3家国有企业，用于全国范围内的国道开发、维护和修复工作。老方代表对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援助表示感谢。2. 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率团视察并访问华潘省。8月7日，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部长列来西维莱访问华潘省，听取了当地公共工程与运输厅关于近期工作进展和灾情的汇报。部长赞扬了当地所取得的成就，并敦促工作人员继续努力，重点解决被台风维帕影响的国道、地方公路和自来水系统等紧急问题，并动员资金修复受损道路，确保全年通行。访问期间，部长一行视察了受灾严重的道路，并考察了农航机场，计划扩建以改善航空运输。最后，部长向当地公共工程与运输厅捐赠了一笔现金，以支持其工作。3. 老挝建国阵线成立75周年庆祝周活动拉开帷幕。8月8日，老挝建国阵线成立75周年庆祝周活动在万象民族园开幕，国家副主席巴尼亚托杜等领导出席。老挝建国阵线中央常务副主席坎莱西巴瑟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回顾和发扬老挝建国阵线与各族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央层面将举行8项活动，包括体育赛事、商品展、献血活动和参观历史遗址等，以增进各民族团结。万象民族园副董事长詹塔约帕米西介绍了为期4天的丰富活动，如民族产品展、民族文化表演、服饰秀和美食体验等，并邀请国内外民众免费前来参观。4. 万象释放沃尔巴克氏菌蚊子以减少登革热传播。8月9日，老挝卫生部与国际拯救儿童会在万象举行了释放沃尔巴克氏菌蚊子仪式及健康徒步活动，旨在减少登革热传播。卫生部部长百卡姆卡提亚表示，登革热是雨季常见疾病，因此政府严格控制伊蚊滋生地。
在各方努力下，登革热死亡率逐年下降。该项目自2022年启动，第二阶段将从万象的2个县扩大到9个县，并推广至全国4个省份。部长对澳大利亚政府及国际拯救儿童会提供的支持和合作表示感谢。5. 万象举行马拉松长跑为灾民筹款。8月10日上午，国会大厦前举行了迷你马拉松长跑活动，以庆祝国家宪法颁布34周年，并为受热带风暴维帕自然灾害影响的民众筹集善款。6. 2025年国际打击人口贩卖日活动在万象举行。8月9日，在万象举行了国际打击人口贩卖日纪念仪式，公安部副部长坎金普拉马尼阿主持活动，并指出老挝面临的突出人口贩卖问题，如冒名顶替婚姻、强迫卖淫和劳工剥削等。他强调，政府在过去1年中认真实施了国家打击人口贩卖计划，并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宣传教育，加强法律措施，并为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援助。此次活动旨在宣传老挝打击人口贩卖的政策和成果，提高公众意识，并履行作为国际公约缔约国的义务。活动包括文艺表演、研讨会和宣传资料分发，以帮助公众了解危害并学会自我保护。7. 今年报考老挝国立大学人数比去年增加1000多人。8月9日，老挝国立大学举行了2025到2026学年招生考试。今年共有7010人在线注册，6237人参加考试，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1000多人，其中 85% 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人数最多的专业是文学院中文系，超过1000人。考试分为 A、B 两组，涵盖数学、自然科学、老挝语文学、英语和社会科学等科目。老挝国立大学计划最多招收5670名新生，并将在9月11日公布考试结果。8. 泰国知名博主称赞老挝交警真诚。8月8日，某知名泰国博主发布了一则帖子，分享了他在老挝占巴塞省旅游时的感动经历。他在骑摩托车时因未戴头盔被交警拦下，但这位交警并未罚款，而是向他耐心讲解了戴头盔的重要性，并希望他能爱护自己。这名博主深受感动，称赞老挝是一个真诚的国家，并呼吁世界各地的游客来老挝体验。同时，有老挝媒体表示，老挝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希望他第一次来老挝后，下次还有机会再来。9. 万象站塔布里县发生电线和通讯线缆火灾。8月10日下午1点半，万象站塔布里县的一处电线杆发生火灾，通讯线缆和电线被烧毁并掉落到路上，导致该区域大面积停电。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起火原因正在由相关部门调查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